你当父母多久了？我当父母快近10年了，然后被孩子气到要爆炸的那种时刻已经是数不清了。当你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呢，你是扭他的耳朵，还是主动这个，还是主动这个啊？那今天呢，立懂什么的打骂教育这个系列呢，我就邀请到一位我非常敬佩的母亲，她也写了一首好文章。那她自己呢，是用不打不骂的方式陪伴她的孩子成长了10几20年。更了不起的是呢，她自己还带着一群别人的孩子走在成长的路上。她就是 Echo 许慧珊，欢迎 Echo。我是其实想要跟你聊聊一下，如果棍子不再是教养工具的话，很多父母就会觉得啊，没有这些东西，怎样教孩子？我不会嘞。而且在我翻阅你过去写的专栏的文章里面，我有发现到你跟你父亲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他说你是问你爸爸说：“诶，爸，为什么以前我们打破一个碗罢了，你就要用藤鞭来打我啊？但是现在你看现在的父母哦，打破碗呢，父母都会叫孩子：诶，你定定站在那边，不要动哦。然后清理完了过后呢，还是哎呀有没有哪里受伤啊？这样子，然后你爸爸就会回答说：哎呀，那个时候碗很少，孩子很多，碗少一个就少一个了，孩子多打不用怕。现在碗多，孩子少啊，所以就不可以乱乱打，怕吓着了孩子。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现在的这个育儿的风向是不是不一样了？现在的父母真的就不那么打孩子了吗？讲这个课题，我其实算资深，是因为我孩子4岁的时候，在学校被老师有用藤鞭的时候，我就开始写这个文章，写到现在我儿子22岁，所以已经写了18年，我都在谈说打不打孩子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有没有不一样呢？我那一个年代跟你们现在就是18年后的家长有没有变呢？我觉得是有变的。他的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好，大家都意识到说，诶，我打孩子，可能是会对他的心灵造成创伤啊，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可是我觉得延伸另外一个事情，就好像丽丽刚才说的，说，诶，现在不打了，这样我们怎么办？那我还要不要教？那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坑来的，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你打，然后你有教，你打你没有教，或者你不打，然后你不教，他其实都有后果。你会看到养出的孩子是不一样嘛。所以以前我妈妈的时代是有打有教，打了之后有教嘛。那我的时代呢，是我不打，我自己是不打，可是我也有教。可是我那个年代其实是打了，可能有教吗？可能没有教我。OK 吗？你打了，然后孩子是莫名其妙，那你不教他，其实就没有效了。那个教育点是没有到的。其实父母亲现在很多不打，可是没有教。我觉得这个是又太忙了。不知道怎么教。就是你说不要打吗？那我不打，那他做错事情了，我其实也不懂怎么教，然后就让他过去，然后老师来 complain，那我就说，是你以后不要这样子哦，然后就过去了。可是有没有告诉他你做这件事情的后面的一些因素啊，一些 consequences 啊，一个后果啊？他们不懂要怎么教，或者是就是走左边也怕，走右边也怕啊，打也怕，不打也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常常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情况，打不打都是一个，我那个年代不是这样的。直接就打了，打就是要打，你不打你怎么教？所以我觉得这10年来的变化很大的变化在这里耶。以前我遇到的那个家长都会告诉我说，都要打啊，你不打怎么办？现在的家长会告诉我，我不打了，那怎么教？他说其实还不知道怎么教。但是好像我在一些家长群里面，其实很多父母也挺能够接受老师在班上会打孩子是 OK 的，我的孩子是可以打的，甚至只要不要打到太过分。这个家长跟老师的见面会的时候都会说，哦，你可以打我的孩子，只要他主说你就可以打。现在还是这样吗有父母会这样子，？OK。但是讲回你自己本身的话，为什么你会不打不骂的去教养你的孩子？这个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吗？我爸爸是会打人的，虽然他打的次数不多，可是我会觉得说那个事情会造成伤害。那个伤害呢，我用了12年，我从20岁到32岁的那12年，我不断的跟他对话，那个对话全部都是你为什么要打我？你我想问当年他打你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打？就是很愤怒的情况下，就是打，比如说打到滚地，
可是你讲说很多鞭，他是没有很多，他可能打就是打6、7鞭，但是他就丢了哦，就走了，痛的。爸爸就是愤怒的时候就打，所以反而没有这么痛。可是我觉得那个是耻辱感，就是说我觉得很耻辱，就是我被打了，那我是一个不足够好的孩子。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谈了12年，每一次谈我都哭了。我妈妈都很记，那时候我妈妈每次讲说，哎呀，这两父女啊，每次我带她去来吉隆坡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在车上就聊说，当时你为什么打我？我爸爸讲说，当时压力很大，我要养2个家，那你们有时候又不听话的时候，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打你这样子。所以，可是我说，可是你可以不要打我吗？你好好讲可以吗？其实我是能够听话的，如果你那个时候好好讲，那我是能够听的，那我会改变的。可是如果你打我的话，我很受伤，而且谈了又谈，谈到我爸爸是有一点，可是他还是很陪着我谈，就试着过后到很久之后，大概是12年过后，我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孩。你就决定说，我不要用打骂的方式教导我的小孩了。对，然后你是怎么样觉得说不打不骂要怎么教？你是怎么样悟出你自己的一套方法？还是你之前在原生家庭，你爸爸妈妈身上你看到了一些，诶，原来不打也 work 的哦。我妈妈，我记得这件事情我写了好几次，就是说我们租人家的家，然后我们冲凉的时候，我就用了雇主的洗发水。那洗发水我就是因为小孩子不知道，那7岁的时候就弄了很多，然后洗到香香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发现了，我妈妈说："诶，为什么这样香？哦，原来你用了阿嫂的那个洗发水。"哦，不对呀，那是别人的东西，我们别人的东西是不能碰的。只要不是你的东西，你碰你就是偷，不行。然后呢，他就带着我，因为我们有红包钱，红包钱我妈妈就帮我放到银行，OK，每年都会放银行。那他就拿着那个固值存折带着我，我记得是花了半天，就带着我牵着我的手去到银行，然后叫我告诉那个姐姐说我要拿20块钱出来，他就给了我20块，然后他就牵着我的手走去百货公司，然后问是哪一个，你用的洗头水是哪一个，然后就拿了。然后就去给钱，是我给钱，我把我的钱给他。所以那整个过程，我妈妈带着我走，整个下午就没有了。她2点多带我出去，回到家已经是5点多了。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地方又走去另外一个地方，那是一个过程我妈妈带我走过。然后过后那一次之后，我自己也学到一件事情，别人的东西我是不能碰的。那也当然会延伸到很多教育的东西，不管是除了你的洗发水，可能你的钱。你的任何东西只要不是我的，我就不动。这个东西到现在我可以教到我的孩子，所以这个教育一点都没有打哦。对，我就觉得你妈妈很有智慧，而且想当年那种时候，有哪一个妈妈？因为当年那种时候都是要为生活烦忧，然后你要出去打工找生计的时候，有哪个妈妈有这样的时间，花这大半天的时间，就为了一罐才几块钱的宣布？是，后来我妈妈也打我的，就是有事情她还是会打。后来我告诉我妈，我长大了就告诉我妈，你看你打我，我其实忘记了。没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我要改什么东西，我只是恐惧而已。可是这件事情你带我走的大街小巷，只是为了我做错一件事情，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给我的，需要教育我的东西。之前有跟你聊过，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异功能，你一看那个小孩子，你就知道说，诶，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来自一个被打骂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诶，是怎么样看出来的？我觉得啦，我每一次带一些孩子，新的孩子、旧的孩子，只要他的眼神，他有露出一些没有价值感，然后没有安全感的那个眼神，他只要看我的时候，有时候看一下我，他的眼神马上低了，他是不太敢跟大人接触，不管眼神接触还是其他的，然后他的身体的那个语言，我会直接知道说，这个孩子应该是有暴力的。当然，我不会马上说，我都会问爸爸妈妈，哎，平时有打他吗？这样子。然后遇到这些个案，你有看到说有什么很严重后果的，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你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 case？其实很多严重后果，它会是一个综合的，例如说他也打，然后可能他用辱骂，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情况，就是父母亲可能3、4样不对的事情做在他身上，他后果会是很严重。那单单打这件事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有个女生她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眼神是那个有被暴力对待的小孩，然后我就跟她妈妈聊，我说她妈妈说是我有打，可是怎么能够不打？你怎么能够不打？她很多事情是老师你不知道啊，她做这样这样这样你这样
又教不听哦，又怎样哦？然后我说你可以不要打他，你看他的眼神是很恐惧的。然后妈妈过后给我说服到说好，我试试不要打，那好回去。所以可是因为他一直要让我们上课嘛，上一些小课程，他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 follow up 嘛，然后他有时候也会来问我说，他说老师我真的不打，可是我没有办法了，他又怎样怎样了，就会教他一些方法，然后教他怎么去看到孩子的困难之类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大概过了1年多。那有一次他就带小孩来活动了，然后我因为我没有带那个活动，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就特地来找我，他追来那个妈妈追来，他就给我看一张照片，他说何森老师啊，我已经没有打孩子半年了。然后我一直不知道其实孩子有没有改变，然后他就给我看2张照片，何森老师你看，这是去年他的班级的照片，这个是今年班级的照片，我发现他的脸有不一样了。因为眼神也不一样对，了。他的也就是比较坚毅，然后就是整个人是有一点价值感了的。他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是 OK 的，而不是像之前那个他觉得他做一点点事，他什么都是怕，然后也不敢做，也不敢犯错。可是照片里面就看得非常明显，这个孩子有打跟没有。所以说到这里，我就要问你，方法是什么？你教给那个母亲的方法是什么？他每一次会给我很具体的事情，例如说，老师他的功课哦，他又要做不做，然后他就跑去跟弟弟玩了。OK，我就告诉他说，哦，如果他可以跟他聊啊，我就会告诉他，你其实他不想做那件事情，你有其他的方法让他做，而不是你直接打了，然后他哭哭啼啼做，那也解决问题吗？你解决他现在的问题，可是你后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的心理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是这样告诉他，他说可以咩？然后就问我一些更加细节的事情是要怎样执行，那我就告诉他，那就回去做。有时候常常会卡着的，因为你习惯打了哦，你真的是会卡着的。那卡着了就回来就问，很多父母会跟你说，不是我要打，我也不是一个喜欢打孩子的父母，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啊，他就是不听啊。这样子，我打我也很心疼啊，打在儿身上我都会学。然后你看镜头前有那么多的父母，那么多不同个性的孩子，有没有一些很重要的点是父母需要知道的？当你要打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先走开，让自己的情绪先下来，又或者是问好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直接哈，如果孩子做错什么事情，我就直接的好奇他干嘛嘞？他不要去做功课，他干嘛嘞？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是一个很相信孩子的人，我相信说一个孩子你不做功课，他一定有原因的。他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规划他的生活吗？他是不是不会做？他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所以每一次孩子一做错事情，他一定有觉得我们觉得需要关注的地方，他是需要帮忙吗？还是需要被教导？去找出原因了之后，然后就是要去做。那有时候我觉得家长也不要有太多固执，有时候我觉得家长很固执，你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做什么，然后他不做，我就上来了。那家长是不是得比较 flexible 一点？他回来到他要呃洗澡来讲，他有3个小时，那先做功课还是后做功课有重要吗？有重要到你需要跟他冲突，需要打他吗？类似的，我觉得家长自己本身要变的部分是，诶，我有什么，他真的很坚持，那他坚持应该有他的理由。那找到原因的时候，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我觉得家长可能要 flexible 一点，就是要比较有弹性一点，然后不要把什么事情哎呦，如果我现在不让他这样子跟着那个时间，那以后他就坏掉了，他以后就不会manage 他时间了，没有这回事的。但是很多家长会跟你讲说，我不教，我不用打的去教他，他会爬到我头上来。那个界限要怎么画得清楚？然后那个父母的那种权威的感觉，在不打不骂的情况之下，要怎么样让孩子有那种感觉，打不打会听命于你，会听你的听教，对。他为什么要听我教嘞？有时候我就在想哦，那孩子他要听我教，他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合作一起做的。那你回来，我们就想做功课，你回来你不要做功课。我自己的孩子，你回来你不要做功课，这你就把功课收起来，你不要做功课就不要做了。然后过后是你要去面对老师嘛，所以这些冲突在我们家是没有的。OK，如果他在被老师，我记得我孩子被老师罚在校长室做功课，我都觉得还 OK 的。那你就那他自己觉得是很不好意思，不是我觉得不好意思，他觉得不好意思，就是孩子他本身应该发展出一个他对事情的负责任的感觉。羞辱感啊，
他要发展出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做功课，然后也这样子，我是觉得很羞辱，那我去做，而不是家长来告诉我说，哎，你一定要做功课，要不然怎样啊？老师骂这些东西，我们管太多了，其实孩子发展不出一些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你久了之后，你只有要打骂他，他才要去做那件事情，而不是他觉得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然后明天我可能会有老师那个部分我要去处理，那他应该要发展这个啊。可是如果你要打骂他，其实你才要控制他在一个状态。那整个过程，我觉得，孩子也没有办法学到他自己真正的要的，或者是可以应对的很多的那个能力。听你说这里哦，我会觉得说，现在我有看到很多家长，因为可能少子化的关系啊，两夫妻只有一个孩子，甚至上面还有阿公阿嬷，然后外公外婆的，所以那个就显得特别的珍贵。然后很多东西呢，就会看得比较紧，然后那个控制的感觉会要比较强烈一些。你有没有听过直升机家长和除草机家长？有吗？有听过这个概念？对，直升机有，除草机没有。我们那个年代是直升机家长，你们这个年代大概是除草机家长。泛滥的情况，直升机家长是我就是一个直升机，那你在做什么？哎哎哎，那个东西拿过来，好了好了，不要不要看电视啊，关掉电视，一直是直升机嘛。现在除草机家长的方法就是我在前面前面有很多肮肮脏脏的东西乱七八糟，他就除草，让你能够很舒舒服服。孩子走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障碍的。那这个孩子会缺乏什么？就是我这个年代养的孩子跟你这个年代养的孩子，他们是不一样哦。其实我自己在我的活动中心就看到了，直升机家长的他的那个养出的孩子，可能他就看到有人来 control 他，他就一直要想，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接下来要做什么？除草机的家长哦，他养出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哦，他会觉得哦，我们叫他们有理所当然症，他觉得世界就是美好的，我走过去哦。我的地都是平的，我不用去看有没有坑，我走，我跌倒了，那我就开始说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跌倒的，为什么那边有一个洞，他们会一直怪那个环境。我们那个年代不会的，我们那个年代他只是这样子，然后他走着他跌倒，他就说哎呀跌倒了哦，下次我走过这里的时候我很小心。你们是除草机这样，所以那个孩子养出来的时候，你其实更加挑战的，因为他不知道世界上是有坑坑洞洞的。那你在47号课室啊带孩子的经验呢、你有没有看过有什么家长的那个模式是哇特别棒的？如果是他没有打没有骂的话，那个孩子很懂他的权益的，他会知道说你们大人不要太过分，有些东西你接近了，他就会有提醒。例如说，我就想一个女生，她父母亲是真的不打不骂，他哥哥还拿全 A 那种，就是完全不打不骂的情况下，孩子的成绩也 OK，行为也 OK，应对也 OK，也很礼貌。我觉得他们家的那几个孩子的一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他们很有自信的。他来跟我谈事情的时候，他们三个一样的，他大哥跟小妹差大概6、7年，都在我这边活动。他们三个都一样的，都是有一个款式，他们很有自信的。他来跟你谈，他有些的事情，他会来跟你谈的时候，是在一个我觉得我是有这个权益来跟你聊的那个情况谈，很有自信。他不会觉得说，我这个东西不能，我那个东西不会怕事的。所以如果是一个孩子，可能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个性关系；不，三个孩子，那就表示说他的教养有一些模式，让这三个孩子其实就很有自信，然后觉得自己是可以跟大人对话，然后我不需要担心的。那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不对，那你就讲，我是 OK 的，而不会担心说如果讲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权威嘛，他妈妈的父母亲的权威大概就不用在这个部分，所以他在对话跟大人对话了那部分我是很喜欢的。OK，这个就是没有打没有骂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的一种，你看到他的那种自信的特质。对，是这个家庭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每个家庭不一样，不过这个家庭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不少这样的孩子。刚才你有提到说，你要不打不骂孩子，但是又要想解决你跟他发生摩擦的那件事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是你必须要保持好奇的。对，你好奇他为什么啊？我想知道哦，你为什么会去扭弟弟的耳朵哈？你觉得扭他的耳朵很开心吗？往往很多家长可能没有这个耐心，还是没有这个时间，还是觉得说问来问去好像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家长对孩子的perception 吧，对他的讲讲啊，就是看法，先入为主的看法。对，就是说他会觉得如果这个孩子他去扭他弟弟的耳朵，
是因为这个孩子就是坏蛋，你不要这样坏蛋了，所以他第一件事你就不要这样坏蛋了，腾电就下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不需要知道你为什么，你扭他的耳朵还有话讲了没？扭一个你弟弟好好坐在那边扭他，然后他哭了，有东西好说吗？那就是你坏蛋啊，有东西，所以父母亲完全没有好奇心，知道说那个过程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因为他坐在那边，他知道，哎，弟弟耳朵很可爱，我去扭一下。然后那个孩子可能他才5、6岁，他可能并不知道说这样子弟弟会哭。那当下他要的其实只是大人告诉他是，哎，你不要扭他的耳朵，来我试试看，我扭你的耳朵一下，有痛吗？啊，有痛就对了，那就表示你扭他也痛哦，你可以不要扭他吗？就是他要用种就学一样东循西了。循善诱的方式。啊，你第一件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他一定有一个原因的。我带这么多孩子，他们同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孩子做这件事情是他不知道原来不能做，有些孩子是因为他的脑很快，他的手很快，脑太慢了。那同一件事情，其他的孩子也有其他的原因的。他可能跟这个孩子已经有很久的仇恨了，然后上次你这样对我，那我现在我就是弄你。可是不同的原因，可是同样的，所以你大人如果没有去把这个原因弄清楚，你只是用打的话，那你教到什么？教不到什么哎。好像你想说有一个孩子是，呃有一个小孩，他就去弄另外一个孩子，然后就你为什么去弄他？你为什么去拉他的头发？然后就告诉你说，你知道吗？前天我走过的时候，他绊我的脚。这个孩子发生什么事？那我们要怎么教？就表示这个孩子他其实不明白课题分离，他绊倒你的脚，那你应该那个时候解决，你不能够突然间有一天你觉得说绊倒，然后你3天后你来去，然后那个孩子就恍然到原来是不可以的哦，他就会明白说这件事情错在哪里，那以后他就会想到说3天前就每一次发生事情我一定要解决掉，我一定要告诉老师怎样的，那你教会了他下次就不会做这样的事。可是如果你并没有，你直接打他，对不对？他打他 OK， 他就记恨了，事情就一直在发生，然后你就一直打他，然后你就会有一个结论，这孩子是很难教哎。那我知道说，一种米养百种人，那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不能够讲说，一套方法就能够适用完全部的父母。但是如果现在镜头前的父母就想说啊，你竟然可以在不打不骂的情况之下拉拔你的孩子长大了20几岁，然后效果出来还不错，我也想当这样子和蔼可亲的父母的话，我能够怎么样做，能够怎样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秘诀，或者是一些我也可以一直牢记在心的。嗯，我会觉得第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是你要好奇心，他一定要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么做。当你知道孩子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他卡在哪里嘛，那你就可以往那个地方去解决。我觉得你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就至少不会打孩子。所以我记得丽丽有提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你有时候会很生气去修理孩子的时候，通常是你情绪不太好的时候。通常就会你给他机会，第一次了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啊，对，然后他再重犯，第二次了，这是第2次警告啊，然后第3次的时候我就来了。你没有访问他，以前就访问这么多人，你没有访问孩子。我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今天才找你来搞懂这件事。只要访问孩子哦，你要访问孩子，为什么哈？妈妈记得第一次我告诉你的时候，我有讲清楚吗？还是你不清楚啊？你就开始访问他，一等一下，你不清楚。那第2次呢？你为什么还会这样做？你会发现呢，而且你访问完了后，你要给他一段时间，你就不要讲话，听他讲，不管他讲出多么荒谬的理由，你说是这样。很多时候他可能眼睛就看东看西，然后他好像在想，又好像没有在理你，然后过后不知道。你不知道啊，OK，这样是妈妈再跟你讲一次哦，这样，他有些孩子他可能一个错的事情，我们的期待是，我跟你讲一次了，那你就要记得了，你不记得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们是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思虑，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一个孩子的错，他可能要3次，如果3次、5次、8次，如果他都是一直记不住，然后他一直做错的话，我觉得可能要看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会往那个地方想，我自己带孩子通常就是这么多孩子，他只要是这种情况，我讲了他一直犯错，第4次、第5次之后，我会找家长来谈，他在学校是这样吗？会不会有老师也 complain？ 如果大家都很符合了，在家里是这样，那就表示可能有些孩子的记忆力特短的，就是说你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自己好像一干二净，然后下次我再犯，我是真的不知道了，所以是那个孩子他的天生的这个部分，他是没有办法。
听到。那有一些孩子是一直犯错的，那我到最后我才发现呢，就去做检测之后，我才去看他的 report， 我发现原来这个孩子他犯错的时候，原来他听话的时候，常常会听漏字的，就是这个是耳朵的那个情况。是你跟我讲你今天记得去把衣服洗掉了，那我只听到你今天洗掉了。他的耳朵他其实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每次听到的那个 instruction 是没有完整的所以这些都是父母没有注意到，反而你注意得到。对对对，因为我很好奇，不可能的，我讲了4次了啊。所以你看，听了 Echo 分享这么多，其实我就觉得说，做父母，我不担保你今天看了这一集立懂什么的打骂教育就知道说，我知道怎样不打不骂养孩子了啊，不可能，因为孩子毕竟不一样，情况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刚才 Echo 说的很对，一定要保持着那种好奇心，然后我也要从今天开始，把我今天的这个访问的技巧用来访问我孩子身上，OK？去觉察自己的情绪也是很重要了，对吗？然后还有就是呢，每次我们打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出一个问题：你打他是不是其实你对他有一定的期待啊？那个期待到底realistic 嘛，现实嘛？你对他的那个期待是合适的嘛？然后如果你真的是要打他的时候，那个其实是不是一个 easy way out？只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没有办法根治呢？这个是今天的立懂什么打骂教育这一集想要抛给大家的问题，去好好的思考一下。但是对，一直保持好奇。那我知道说做父母不容易，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阻碍，然后很多崩溃的时候，没关系，立懂什么会一直陪你走下去，好不好？下一集的立懂什么，我们再见。